时暂时回到台湾，带着欧洲的风，为我们平淡的生活抹上一道色彩。初次相遇时，我们各自怀抱着不同的人生迷惘，虽然烦恼不同，但都在云里面寻找前进的方向。他寻找着跨国工作机会，迷惘于职涯发展，而我正深陷于人生中的第一场失恋的低谷，心里仿佛被一场暴风雨吹得狼狈不堪。沉浸在无边的灰蓝中，海风带着微微的咸味，海浪低语呢喃，抚慰了城市里面紧绷的心。随着海浪的节奏悠闲摆动，我们离开繁琐熙攘的日常。好，我们就是到那个我们这边要住一个晚上的地方，然后就是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环境，这是玄关嘛，就是有个小柜子，然后这边是厨房，就是有那个炉子，虽然我们今天不会下厨，然后还有2副碗筷，对，你看就是要分东西吃很方便，然后还有就是洗手槽。好，那我们就再进去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那个沙发，我们来坐看，它的感觉怎么样？哦，感觉可以在这边待上就1个下午。对，好，那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床，就是很软的床。对，再来就是我最期待的海景哦，就是我就是为了这个海景来订这个房间的。就是看看这个海是这么的，就是心旷神怡。对，今天天气其实还蛮凉的，对。好，我们就是再去看一下厕所。然后就是有个浴缸，然后我们刚刚在想说有没有可能2个人就是可以进去，来看一下它有多大。看来是1个人就差不多了，对。不过它这里泡澡的时候是可以，看到那个海景的，对，就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room tour， 就是我要住1个晚上的房间。这个才是舒服的哦，这个才是这个天气该有的东西，真的。对啊。旁边就海好幸福哦！我以前在海边都是露营在，我那时候在帐篷里面。我那时候在日本也是，我们在江之岛就是待了3天，然后就是有在海边就是沙滩那边就是搭帐篷。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，我们就是天气很我可以在。你是马上？没有，是这个。哦 ，OK。它会自动。OK。然后有一天早上，它就是太热很闷，然后我就是被闷醒被热醒，然后我就像逃命一样，赶快把那个拉链打开，然后一打开发现沙滩上满都是人，来冲浪的，来遛狗的，来散步的。然后那时候也才7点多吧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发现哇，原来那边的生态原来是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露营也是没什么不好，其实睡在外面也是蛮舒服，但就是因为我每次露营都去海货，然后海货太热了。如果是像这种天去露营就可以。
对啊，是绑不起来。没办法，因为台湾真的是有点太热了。我也常在热。我那个时候，老实说，我在日本那一段时间，那1个月，就是我露营睡在帐篷里面的时候，真的是就是睡眠品质超好对，因为你会跟着太阳起。对，我们的作息就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是没有办法晚上看到那个 fire show，就是对他只要是那个时间我都会睡着。我甚至有一次人真的跟朋友到那里了，然后我就躺在地上睡着了。是哦，因为我就是只要太阳一下山。我就想睡觉了，然后就不小心睡。你真的就是跟着那个，对我只要露营，我的作息就变超正常。我甚至到最后面是天微亮，我就感觉到我就起来了。对，我那时候我们都会就是要么被鸟叫声吵醒，就是也不是吵醒，就是自然的被叫醒。没有，根本不用鸟叫声，只要有太阳我就醒了。然后通常那个时候也都是7、8点，我们就可以就是真的醒来，然后一整天精神也都很好，完全没有累的时候。我们的累只是因为走路或是负重，所以疲倦，但是不是想睡觉的累。然后那时候我也就觉得，只要是睡在那个草地上，然后睡觉，我就觉得很舒服了。真的？对啊。太甜。有这样就很温很热很舒服。对。人生这样就好了。那次的分别仿佛是生活中一个短暂的换行符号，将我们推向不同的篇章。我开始了我的长途旅行，他却踏上了欧洲的大地，展开属于他的打工旅行。结束旅程后，我穿梭在职场的迷宫中，晚一步进入他经历过的职场迷惘，兜兜转转才终于找到这份远距工作，为我的生活带来一份安稳。在这段相对安稳的时光里，他也回到台湾，眼里透露出一股自在，对我说他也找到一份远距工作，让他能更自由地移动。结合旅行和工作需要注意一些事情。就从工作地点来说，想换地方住时需要提前规划，因为只有周末或休假时才有足够的时间转换工作地点和住宿，而住宿规划也会影响能运用的时间。虽然假日有比较完整的时间探索，但还是需要把部分时间花在移动上。这样的形态不止探索的时间有限，工作期间要花的住宿费用也是一笔开销。时间和金钱都是需要列入考量的范围。除了考量移动和居住成本之外，还需要克服不同国家的时差，随时调整节奏，才能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而我由于工作形态的考量，比较少改变工作或居住地点。长途旅行时，旅人如同大地上的流浪者，追寻着每一片未知的土地。仿若游牧民族，草原是我们的家，风是我们的向导，生活充满冒险，每一步都是一首诗，如同抚慰灵魂的音符，弹奏着生命的旋律。而当我们进入工作的阶段，踏入一座繁忙的城市，融入与职责交织的生活，时间如同不止息的车流，
簇拥着社会繁忙的节奏。然而不只有这些熙攘，生活是温暖的日常，如同小巷中的花香，弥漫着满满的安适。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美好之处，自由如同一场奔放的盛宴，安稳生活如同一杯温润的长酒。美好的时光不只存在某一时某一点，而是在日升月落之间，日复一日的轮回流转，那些细碎时光所映照出的柔光。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，仍然能时不时地遇见彼此。希望再次见面时，我们会有新的体验，能够灵活地在自由与安定中转换，也对自己的生活更加自在。